你不能让富人把财富转移到海外去。还有一个，我是对那个留学我也有我的看法，我是觉得今天这个留学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如果是农村的老人，他每个月有1000块钱，那就这就是我不得了了。这就是我想讲的。你这1000块钱呢，你不难，你好像我父母的这种啊，他们一个月大概是10000块钱。作为老人来讲，你6000已经绰绰有余了，超过6000的那部分呢是不应该再拿了，应该把它切掉，拿去分给农村的老人。同时还有一点，我是觉得澳大利亚它那个养老金，它有一个很值得我欣赏的一部分，就是它并不是谁都可以拿养老金的。它养老金它是越是有钱的越拿不到，就是好像打个比方，它是这样的，就是他先看你的财产，当然财产呢它是你的自住房他不看，但你除了自住房以后，你的股票、你的房子跟你的存款，他给你全部加在一起。好像你超过个30万澳元左右吧，对不起，你那边养老金他就要扣你了。好像到了60万还是70万就扣成0了。反正他那个算法也算得很科学，他也不是说一刀切，他是一点点来，他是让你基本上就是说你有财产的人你不会比没有财产的人差。它是阶梯式的，阶梯是一点点，它是总归你富的人，你总归要比穷人要好一些的。但是它绝对不会出现中国那个差几十倍、几百倍的那个差距，那个是绝对不会的。所以说，西方它这个养老金它是这样子，过得特别好的人呢，你是养老金你是无望的，你是想也不要想。当然，它养老金它本身它是分2部分，一部分就像我说的，你平常你工作的时候，老板给你交的那部分，就是你12.5%的那部分。这部分养老金永远是你的，这部分政府是拿不走你的。还有一部分就是所谓的基础养老金，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但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就是所谓的有资格有的人是可以拿那部分，这2部分加在一起就是你的养老金。然后呢，他就是按这个算，就是按照刚才那个财产评估算。但你自己的那部分他永远他不会扣你的，他所谓扣的就是你基础养老金的那部分。如果你的财产到了一定程度，你那个基础养老金就没了。所以呢，他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他就是出现这种什么情况呢？就是老人他还是相对比较均匀嘛，就是说大家，所以说他那个整个西方，你看美国为什么他这次他搞那个关税大棒，全世界都发抖啊？他全民他那个消费力强啊。你就像我打个比方，像老人他都很有钱呐，他都能去买。你像中国。本来我是觉得中国是种什么情况？我有14亿人，我仔细算一下哈，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加在一起只有10亿人。那么我中国我怎么会怕你美国呢？我怎么会怕你西方制裁呢？应该是你怕我才对啊！如果我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消费力的话，那我中国是不得了的。而且我们中国的生产力，就是说我现在说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我老人养老金能拿多少钱，包括你失业金能拿多少钱，我是觉得啊，并不是说是什么我政府有多少钱，就是我是觉得我们中国现在在这个对金钱这个概念还停留在一种农业文明的一种概念。其实你这个养老金能拿多少钱，包括你那个失业金能拿多少钱呢？我是觉得这个完全是要看你的生产力，就是说我能够大机器大批量生产的东西呢，那么我这个养老金的人应该绝对要让他能买得起。好像我说的鸡鸭鱼肉，好像我说的一般，你说汽车大概我就说算了，但是说买个电瓶车呀，或者说坐个公交车呀，或者是你买点平常的衣服的穿呐，这种我是觉得，你包括你像中国建了那么多高铁，可以让老人1年去旅游1次啊，这种，我觉得这个算下来，我是觉得给个老人，我觉得给个3000块的养老金应该是不过分的，就以中国的生产力啊，对不对啊？当然，我是觉得中国现在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你这个钱从哪里来，是吧？一个我是觉得，就是首先你要在税收方面你要做好，你不能让那个有钱的人拿太多，对不对啊？首先这是第一次分配，对吧？要分配的好。同时我还要讲的是第2次分配。其实第2次分配西方做的，我以澳大利亚为例吧，他们做的也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他所谓的第2次分配，他是怎么分配呢？我打个比方，如果你是个老板，你1年你拿20万澳元的工资，你的年薪啊20万澳元啊，这个在澳洲算是高薪了，你知道吧？那么这种情况呢，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首先在医疗上面，他就给你来一家伙，他来什么呢？
它叫强制性私人医疗保险。我不知道你们德国是什么，澳大利亚它是有个中位数，工资中位数大概是95000澳元，大概95000到10万这个中间，就是所有的人只要你的工资超过了这个95000澳元，他就强迫你买那个私人医疗保险，你不买他就从你的工资里面扣，就是按100%就扣从你的工资里面扣，就你不买也得买。然后它就分几个档次，它私人医疗保险它分成好几个档次，有最低档的，就是你一般你说我穷一点，你就买个最低档的，你像你到了年薪20万的，你就可以买个高一点的，这样子呢有个什么好处呢？这就是我就刚才说他为什么公立医院他那个效率这么低，他就不让你去，他基本上就不让你去。但你有钱人就不一样了，你有钱人你买了个好的那个医疗保险，你哪怕有点头痛脑热，你就到私立医院去，那人家那个服务确实是好，他马上就给你马上就给你服务了，他就不会出现那种像那种什么去看个 GP 啊，他给你来来回回给你瞎折腾的那个，然后再去看 specialist 就是看专科，最后不行了才把你搞到医院去看动手术，而且这个手术你还要排很长的队。但是所以说这就是他第二次分配，他就是迫使那些富人，首先你去买那个私人医疗保险。同时，第二点我要说的就是他那个，孩子的教育，他也是分2套系统，他一个是公立学校，一个是私立学校。然后澳大利亚呢，它就非常的明显，它整个政府的资源就全部在私立学校上面，就是好像美国也是这种情况，就是你要想让你孩子去公立学校也行啊，那公立学校里面全是些不三不四的孩子。什么吸毒的，什么那些有家庭暴力的那种，就是你也不敢把你稍微中产好一点的家庭，你不敢把孩子放到公立学校去，那你怎么办呢？你只好去私立学校。那你去私立学校，那对不起，要交学费。他那个澳洲那个学费也是很厉害啊，一般好像小学大概就2万澳元一年，然后到了12年级，就是到了高中，一般都是3万多到4万澳元一年。同时他还对你那些比较好的家庭，他还暗示你，就让你给他捐款，就是那种，就是他同时你想想看，你一个富人，你如果把钱搞到私人医疗上面去了，搞到这个孩子教育上面，你这样子就是私人教育、私人医疗方面去，你不是等于进行了一次第二次财富分配吗？就是等于你有钱人已经又扒了他层皮了嘛。对不对？同时等于他也创造了很多就业呀，我是觉得，就是他是等于他是做了几次这种再分配吧。然后还有就是我打个比方，你如果是投资，你好像股票啊什么，你很多人不是一般你手上有点钱，一般西方人其实他不是不储蓄啊，西方人他们有钱人他们也储蓄，但是他不会存现金，他们一般是投资房产啊，或者是买那个股票。一般投资房产买股票呢，你股票赚的那个钱，他也要打你的税的。他跟中国不一样。我听说中国是房产增值税是按10%算，是吧？就是说你买一套房子，你卖掉赚100万，你要交10万块钱的税。具体不知道。这个我问过。德国是2%，25%要交。澳洲差不多，也是差不多，它是加到你的工资上面算。所以说，一般你不退休，你都不敢卖你的房子，因为你卖了以后，你加到你的工资上面算，那基本上就在你的最高税率那一块了。因为澳洲最高税率是40%几，当然它其中有个减免，它有个50%的减免，那也有20%几啊，就是将近就是像你德国那个25%左右，所以它就是等于它就是等于一次次的那么打税吧，它就是搞到你最后就是等于。就是你富人也富不到哪去吧，所以说这就是，所以说很多中国人、很多富人移民到西方国家，他很多最后也后悔啊，他发现到了西方国家，其实赚钱是不容易的，也想变富，为什么？因为他那个税劫富济贫。劫富济贫，我听说是像法国什么很厉害，像德国那些北欧国家非常厉害，是吧？但是你回头一想，正是因为人家劫富济贫啊，他才造成了广大的穷人、广大的老人有消费力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就像你说的，它越往北，它反而那个经济情况越好吧？其实这就是它那个怎么说？这就是它税收做得好，我是觉得，
也就是相当于马克思说的。其实我是觉得，当年马克思也是对的，他那个。你当年18几年那会的那个资本主义是不行的，是那样子玩，他到了20年代，他果然整个西方世界都出问题了。那所谓的原始资本主义吧，原始资本主义，对，但是我是觉得，我们今天中国当然我们不能叫资本主义，但我们可以叫市场经济。其实西方所谓资本主义，它也是市场经济嘛。但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其实。也就是从80年代开始吧，也就是40几年吧，也应该算是一种比较初级的市场经济吧。那么我觉得作为政府来讲，你不能任由这种初级市场经济这么走下去，因为你这条路已经到头了，走不下去了。你一定要开始，就是政府要下手了，你要开始做第一次分配，你首先要合理。首先我就是说，工会要发挥它的力量，对不对啊？同时，第二次分配，就像我说的，像刚才那个，当然我们未必要像人家那么学了，搞什么私人医疗保险，搞2套医疗系统、2套教育系统。当然你也要想办法，就是怎么人家那个起码你可以借鉴一下嘛，对不对啊？我觉得中国这税收是个很大的问题。对，税收可能太简单了吧？太简单了，对吧？对，很多富人你看，可能他几乎都不交税。对，然后这还有一个另问题，我就想说的就是。有个叫拉美化，你听过这个吧？我记得你不是很喜欢去拉丁美洲吗？我知道。拉丁美洲它那个贫富悬殊就很大，然后它贫富悬殊很大，还有一个不好的问题，拉丁美洲就是什么呢？他那些富人他把钱他也不放在国内，他把钱都放在美国呀，或者是瑞士那些国家，他的孩子他也不留在国内，他把孩子也是有钱人家，他也把孩子送的，你像那些西班牙语系的国家，可能就送到西班牙去了，或者到法国去了。或者到美国去了，他也是这么干，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今天中国这个情况就有点像这个，就是你越是贫富悬殊啊，就越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有钱人他没有安全感，他没安全感怎么办呢？他就把他的财富他反而往外国放。还有一个就是他把孩子就是好像通过留学啊，通过什么，就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了。然后他送到孩子国外，他就到海外去买房产，同时把整个资产就转出去了。那么这就是出现一种很可笑的现象，就是你本来说是你富人如果把财富花在国内那也好，对不对？那起码还能促进经济发展。结果呢，你财富最大的那头呢，最终也送给西方了。那么你这种情况呢，那么你这个国家你当然你是搞不过人家的，对不对啊？所以中国要避免啊，就是说要出现这种，就是拉美化。我是觉得，首先就是要学西方。你首先你要透明，要人的财富要透明，就是你不能出现那么多灰色地带，就是搞得大家收入你都不清楚，那是不行的。你首先所有的财富都要透明，透明了以后你才好征税，对不对啊？对。然后征税，同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不能让富人把财富。转移到海外去，或者是还有一个，我是对那个孩子那个留学，我也有我的看法。我是觉得今天这个留学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你说从留学，我觉得真正的意义啊，你如果说从最尖端的领域哈，说各个学科，你说搞 PhD 的什么，你说我去美国啊，去英国那些最尖端的大学，你去留一下，我是觉得这个值得。但是今天的中国，我是觉得各个领域都已经走在世界的最前面了。我看到我们澳洲好多那些中国留学生啊，我是觉得，然后我也跟他们也接触过很多，同时我也有很多朋友啊，他们也接待，家里面就接待那个小留学生，我看了很多。我发现那些留学生都是现在跟当年也不同了，他们水平也不行，都是在国内考不上好的大学的，然后就到澳洲了。他们是家长，他是一种目的，就是说好像我在国内既然拿不到个好的文凭，我就到拿个洋文凭嘛。但我是觉得这种，你孩子是什么素质你应该清楚了，你素质不行的，你靠到国外去也是不行的。因为西方他那个留学，你像我在澳洲的留学吧。那跟中国的读书那是完全不一样。你好像我在澳洲我去留学的时候，他首先他没有大学宿舍。你首先你作为，所以他其实对孩子来讲，他也很培养你的那种
独立的精神，你要自己到外面去找房子，你要自己解决交通问题。他同时他大学连个食堂都没有啊，他西方大学啊，他有一种叫 canteen 那种，他 canteen 里面那个食物跟外面卖的餐馆的食物是一样的，是非常非常贵的。那你一般家里面你条件不好的你也吃不起啊，那你怎么办？你自己还要去买菜，还要自己做饭做菜。同时呢，你要知道英文，包括你说的你去留德，你是德文对吧？那并不是你的母语啊，你本身你读书你就要比别人要多很多的功夫，你才能你才能跟人家学的同样的好。你同时你在生活方面你还有这么多要去搞的，所以说你一般你那个孩子不是特别优秀，不是意志力特别坚强，不是那个自我管理能力特别坚强的人，其实到国外留学是读不好的，是不可能读得好的，我可以这么讲吧。所以怎么讲呢？所以我是觉得，那么你既然这样子，你家里面花100-200万。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你这100-200万就等于送给国外了。你这100-200万，你如果在国内消费，你能创造多大的财富啊？因为当初我在澳大利亚，我是在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我是读的书哈。当初我读的是计算机，然后呢，我们学校里面呢有一个湖南人嘛，他是学那个经济的，我们就经常有时候就课余时间呢，就跟他聊得比较来，就聊得比较好吧。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然后他就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就说经济学上面有一个话，就是说，我打个比方，你花100块钱花出去，你创造的财富可远远不止100块钱，你懂我的意思吧？好像你100块钱你去吃了顿饭，到餐馆去吃了顿饭，那么餐馆老板赚了你100块钱，他要拿着你100块钱，他要去买菜。他要去付房租，要去付水电煤气，你懂我的意思吧？那个卖菜的人呢，也赚了他的钱，卖菜的人赚了他的钱，他也会继续去消费。他这个其实是一个波及的一个效应。就是说，后来他跟我讲过，他说他们西方，其实西方人我很佩服他一点，他研究这方面他研究得很深。他是觉得你每花1块钱出去啊，大概是能够创造4块钱的那个 GDP 吧，就是财富吧。那么你换句话说，你这个一个留学生，你要是100万的钱送给了国外，你起码给国外创造了400-500万的财富的那个 GDP 啊。那么你这个你想想看，而且现在我发现你好像那些大城市吧，你像北上广啊、一二线那个，包括那个省会的大城市，好像很多父母都有这个倾向，想把孩子往国外送。那么你这个中国经济哪里能搞得好？那么你等于父母亲，包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存了一辈子的钱，就这么就送给国外去了，这还只是学费啊！你好像国外那个生活费也是很贵的，你包括你很多父母还给孩子在国外买房子，包括还有很多还想将来他自己也想跑出去，你知道吧？那么你等于把国家富人的最大头的这部分财富，等于送到国外去创造 GDP 去了。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我觉得要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做才能够。所以我是觉得不能让富人太富，所以说一定要打富人的税。你要想送孩子去出国旅游，你要想花100万可以，我不能让你钱赚得那么轻松，那么你就要考量了。包括好像我发现现在很多，你像我最近到广州啊，我去上海去，我看很多现在大城市的女孩子啊，她们每个人都背个那个名牌包包，她们觉得是一种，她们觉得有面子还是什么。然后我到了那个大型商场去一看，但比较高档点的商场啊，你基本上看那些品牌，全是欧洲的、美国的，你见不到多少中国自己的品牌，而且都是上万的、10万，越是贵的一个包包，对吧？越是人家的。这一点呢，我是觉得呢，就是包括那个我们男士比较喜欢戴的那个手表，你今天你说手表根本就没有使用价值了，结果他纯粹是出于一种炫耀的目的，去买那种10几万、买那种劳力士的那种手表，这钱也是送到国外去了，送给人家了。结果你自己呢，到超市、到菜市场买点东西，几块钱去跟人家斤斤计较，结果把几十万、几百万就送到外国去了。你这样，你觉得这样的合理吗？我是觉得这样对国家的经济好吗？
所以说，作为政府应该考虑这方面啊，我怎么能够？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宣传，我就觉得这个中国宣传的有点没有宣传到位。为什么应该宣传一下？就是这点，我是觉得他们以色列人呢、这方面他做得很好。他们的文化里面就有一种，我是看了一些文章啊，就是说，他们就坚决不允许你，哪怕过得再好、再富、再有钱，他不允许你奢侈，不能去买那些奢侈品。什么奔驰汽车呀，什么 LV 的包包啊，香奈儿的包包啊，他们他们不能不就是他们的文化是不允许干这些。同时，我还有一个我想说的就是，你说他那个包包值那个钱也好，你说他要是金子做的，里面镶钻石，你说他值那个钱也好，他不值啊。你说他那个 LV 包包，他连皮都没有啊，他那个根本连真皮都不是啊。那么你这个，我是觉得这是一种文化的不自信。对不对啊？那么文化为什么不自信呢？我是觉得我们的主流媒体的宣传做得不到位。你主流媒体，你不能老是去一些比较空洞的宣传，你应该做一些实质性的宣传，对吧？你包括要宣传我们的教育其实是比西方的教育要好的，你知道吧？我们的文凭不比人家的文凭差，我们随便211、985的大学，我是觉得绝对不比那个澳大利亚它有个叫8个，它有一个叫什么8呀，就是它的 top 8吧，就是它有个8个大学，在那个英国公布的那个榜上排得很前。但是英国公布的那个榜，我跟你说，那个纯粹就是他纯粹就是为他那个英联邦，你要给他钱，同时他也是为他那个英语系那帮国家服务，他们互相吹捧，对，互相吹捧，你知道吧？因为我自己就是莫纳区大学，就是他的 top 8里面毕业的，我是读的硕士毕业的。他那个本科他3年就读出来了，但是你要想读研究生什么，你要读第4年读个 honor， 然后读完了你才能去读那个研究生。然后怎么说？我是觉得他那个学生的那个素质是良莠不齐吧。当然我们要客观的讲了，西方人他有些那种他能钻研的那些人啊，确实是很厉害。就是他在每个行当里面啊，他确实是有几个特别拔尖的那些人，他特别能钻研，那些人也是有，我是承认。但是他们普遍那个，我是觉得跟我读的那个，你像我当年在那个武汉理工那些比，我是觉得他们是整体素质他不如，包括他那个教学质量，我也不敢恭维他那个就一定比中国的好。就是说，你像澳洲那个墨尔本大学，他甚至排到中国清华的前面去了。我是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排到清华北大前面，或者如果不在北大前面也是差不多吧，基本上就是齐名吧。我是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14亿的那个精英，你不可能连他个2-3千万人的那个，而且他墨尔本大学他也不是2000万，是2-3千万人，他是在我们那个维多利亚州。那个州，因为我不晓得你们德国哈，澳洲它是每个州它是学生是考自己州的大学，它不跨州啊，就是说墨尔本的学生是不会去悉尼的，所以说墨尔本大学说是排名那么高，它也就是我们那个州700万人嘛，就是这个700万人里面那个顶尖。那么我是觉得连你们那个广西这个还有4000多万人呢，是吧？我觉得连广西那个最高学府都不应该比得上呢，所以我是觉得这一个国家怎么把这个自信培养起来？就是说，我的教育是好的，我的产品是好的，对不对啊？我造的包包是好的，我不要因为什么的这个审美本来就说不清。你还有那个 LV 包，这个就是个审美的问题嘛。如果你的那个文化上面自信点，你也就不会觉得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对不对？如果那个 LV 包是个非洲产的，我看中国人是绝对，哪怕造得再漂亮，中国人也不会去买它了，是吧？所以说的话，就是一种自信的问题。